得好，打得好。我说也是，再不能任由二弟这般胡闹了。我是打不动了，这个败家子，败家子啊！妈妈，这批士官生果然是个个了得，咱们得笼络住了，别让别人给抓手上了。我已经跟外务部说了，此次延吉边界谈判，再也不能虚以委蛇了，咱们得硬气点儿，别连个刚毕业的士官生都不如。他叫什么来着？这名字就在嘴边上。杨凯之。对，杨这人我熟得很，跟屠方一期的。打人家耳光，闪自己家胳膊，你可真行啊！啊！也是一时气急了，还是个过于气盛儿啊！我看啊，我没该过门了，就这个月吧。母亲这什么呀？有个女人给你撑撑局面不好啊，省得你老是血气方刚的。就那个地方，没点血气能行吗？一堆猪大肠，没一个能扶上墙的。所以要刚柔并济呢，要能拢得住人心，否则，就您一只胳膊能撑得住天下呀？得，给自己支胳膊，支出一媳妇儿来。行，就随了您老人家的心愿。这还差不多。母亲，您还记得杨凯之吗？怎么不记得呀？跟那个朝鲜女人胡闹的那个。偏见了，母亲。人家这会儿正在延吉，把一个不起眼的编务帮办做得轰轰烈烈的。哎呦，真小啊！此次中日双方关于延吉划界的纠纷，终于我方全胜告终，可喜可贺呀！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真是来之不易呀！我看啊，此次的胜利完全是用人得当。初出茅庐的士官生，区区的编务帮办，一上场就满堂出彩儿，真可畏呀！不是吗？陈亲王爷，看来现代军事教育果然实属要紧呐。我看也是，听说你们那个学堂课程安排不错啊，也是事多缠身，老没抽出空来。所以，既然您抽不出空来，那就让能抽得出空来的人去管嘛。我看良乡就是个不错的人选。是，也别军学司副使了，学堂之事完全由他负责，您看可好？载沣没有意见，您老说了算。您老那就奏请太后批准吧。哎呦，慢着点，搭把手去，托底。哎，托底，别给我配了啊，小心点。哎呦喂，哎你，我这鱼可金贵着呢，赶紧的，慢着点啊，别惊着我鱼。慢点啊！小二子，这是怎么个事儿？学堂总管，你哪来的消息？真的，任命诏书太后都准了。那就替我
先谢谢你，哥们。不过这金鱼，鱼水之欢嘛。哥哥不是要结婚了吗？弟弟提前贺喜。我就奇怪了，这婚事我是藏了又藏，捂了又捂，你小二子是怎么知道的？哥哥，你如今现在是什么人啊？啊，弟弟的脸让你2巴掌打的那是满京城山响啊！多梅，我觉着这么隔着一层容易说话。是。我们认识的第2天，我就动身去了日本，对吗？是。在那之前，我们不曾说过一句话。对。那年是光绪27年，如今已经5个年头了。不错。其中的4个年头都丢在了日本。我不想知道我的母亲为什么要喜欢你。老人就是老人，总会有他的理由。这5年对我来说很漫长，可我喜欢你。头一次见你去我家就喜欢上了。我咋一点都不记得？起因的男孩并不是个个都招人喜欢。我也没让你喜欢。可你不同。我哪不同？看上去就不同。看上去。从那以后，你母亲经常来我家做客。我母亲喜欢贵族。什么贵族？那时候就2间公房，2张板床。可我喜欢。我家荆州的宅子大得很，不缺的就是房。我嫁的不是你母亲，也不是我母亲。我可不像我母亲那样喜欢贵族，我就喜欢你的样儿。一个男孩背着自己喝醉母亲回家的样儿。你能那样背你母亲，你也能那样背我。喜欢让你背着，更喜欢到老了，你能像你母亲那样被自己的儿子背着。所以我嫁你了，也不管你哪还有女人，我都得嫁你。现在已经嫁了。你别以为你拿那些话就能吓唬住我，不吃你那套。反正嫁了，我就会粘上你，我粘你一辈子，你信不信？
千万别动！过来，过来，过来，来，到我这儿。好，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太不像话了，有你这么当妈的吗？橘子进货去了，我一个人忙得过来吗？你别生他呀，生了你得好好照顾他。我愿意生吗？不是你愿意让我生的。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叫我让你生的？我有这本事吗？他抬举我了你。露馅了。哦，我就知道你心里从来就没原谅过，装作豁达。给我。你以后别沾手。走，咱们直接走。哎，走，洗澡去。你看看你，还有个人样吗？啊，洗澡去了。看你淘的，给你擦擦脸，擦擦脸。搓搓小脚丫，搓搓小脚丫，洗一洗。水有点凉了，妈给你加点热水啊，不许动啊，听话不顾。又怎么了？孩子躺上了。妈妈看的时候，给你牵手。唱哪儿了？怎么唱的？树红，树红，树红，我问你话了，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呀！我没想到他能把手伸过来。你是在报复我吗？你太恶毒了！不过，先生，お客様がお見えになりました。吴先生吧，我从上海来，受杨一帆之托。尊姓大名啊？宋晨。汉华不是又要让我注意俄国吧？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包东西。是什么意思？同盟会原光复会的同志对于孙文只把力量投放在两广非常不满。那汉华是什么态度？一帆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在中原，所以武装起义也必须发生在中原。只在沿海边境上敷皮搔痒的放两枪，与全局无补。所以他请你务必好好看看这些。お子さんに何を塗られたんですか？墨です。墨ですか。ええ。うちは筆や墨を売っているんです。ネットで火傷をしたと？はい。変ですね。少し赤く腫れているだけです。え、まさか。どうして？本当に墨を塗っただけなのですね。はい。あ、ただ私の父が作った発泡コタンという特別な墨です。
発砲ボタンとは？はい。ボタンは、クマ、ヘビ、青魚、牛、豚の胆のです。あとは水牛の角、カモシカの角、ヒヒガエル、真珠、ゴウ、ジャゴウ、剩下です。哦，そんな墨があるんですね。我把对俄国的态度清清楚楚地写下来，这样便于你回话，更便于汉化工作。シェフさん、服は大丈夫でしたか？大丈夫だわ。树红，树红。啊，孩子怎么样了？没事儿。你好，树红。是你？我问你画的孩子怎么样了？没事儿。怎么叫没事儿啊？那烧开的水浇到那小嫩胳膊上，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啊？医生说没事儿，不仅没事儿，还要买咱家的八宝乌胆沫。说什么？你去做买卖了？哪有你这样的？你对我有什么脾气，你冲我来啊！你别拿自己孩子不当回事儿。那吴先生，我过些日子再来看你。太慢了，不送啊。你现在做生意做的是六亲不认，你别忘了你是个母亲。树红，树红，你给我站住！这孩子真可爱。我告诉你，你干嘛？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你听见没有？醒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呀？浙湾一带的民间会党。哪来的？苏浙从国内捎来的。你姐夫找人拍摄的。干嘛拿东京来啊？想通过完山联络那些愿意出资捐款的友人来一场募捐。光复会实在是太穷了，前些日子打算要打劫钱庄，后来放弃了。放弃是对的，要不然和暴徒无异。我了解完山，他一向只开画展，向豪商贵族们贩卖中国书画。未必。日俄战争刚刚结束，那些大发奇财的日本资本还不得另找别的途径来消遣？那些脏钱你能拿回去革命啊？钱无所谓香臭，玫瑰花还需要大粪浇呢。你怎么跟我姐夫一个说法？
副将朱红。萱山先生。萱山先生、まさかこのような中国の反逆者の絵を売りに出されるわけ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ね。ありえなくもありませんよ。聞けば孫文の関東構成辺境での武装蜂起にも日本人が参与し資金提供しているそうです。ご来客の皆様、申し上げ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本日の場は芸術をたしなむ場でございます。長い歴史を持つ中国ですから、古来の絵画や伝統的な書法のみならず、湧き上がる民主生活の現実もまたございましょう。なあ、宿光さん、私の解釈は間違っていませんかな。あなたは山水家長の絵の背景にある深い意義に対する理解の手助けを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川山先生、なぜあなたはお金の話をそんなに恥じるのですか、川山先生。皆様、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写真の由来を説明させてください。これらは世界での革命家たちです。ご覧ください。心から苔に苔した革命家たちよ。彼らの眼差しに秘められたものをよく見てください。この目の奥にあるものを。先祖たちは自由を得るために何かあっても年と雪を奮い立たせた。たと死んでも敵への兵士よ。伺いますが、この英雄たちの敵とは一体誰なのですか。そう、彼らは英雄なのです。それが誰であれ、あらゆる英雄は彼らの敵となる存在が生み出したものです。例えばロシア帝国のバルチク艦隊が日本の警護の英雄東郷平八郎を生んだように、これら中国の英雄もまさに中国の伝統知者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たのです。不敗神な大清帝国政権によって聖帝国陛下は神聖の思考にセルグをついておりますが、時すでに遅し。無数の犠牲を恐れない英雄たちはすでに立ち上がったのです。銃を手にして皆様方中国の革命家たちは国境を越えた有事の援助心待ちにしております。おい、夢の手助けを願いたい。どうか惜しみないご愛情、ご愛情。なんということだ。内閣の財務大臣もエバだぞ。もし中国大使館の耳に入ったら中国の外交問題に発展してしまう。まったくふざけやがって。私は綾倉と申します。お会いできて光栄です。先ほどの車椅子の中国人は何者でしょうか。博士でございます。科学博士です。なるほど。
それがどうかなさいましたか？中国の歴史において反逆者の多くは素行があまり良くなかった。今反逆を企てる者は政治的理想を持ち高学歴の政治活動家であり文を書き言を述べる。何か問題があるとおっしゃるのですか？いえ、誰にとっての問題かでしょうね。あなた方の為政者にとっては非常に煩わしい問題です。彼ら反逆者の影響力は巨大かつ広範に及びますから。来，布谷，你看看上面的尾巴，尾巴你来画。大鲨鱼，大鲨鱼。大鲨鱼，完山树茂氏。你不会也这么认为吧？冒不冒失的，你已经这么做了。也对，我们不在乎结果，对不对？自打我把你从上海带到了这儿，我们不在乎，不是不在乎，是不能在乎。一旦在乎，昔日的勇气精神就都贬值了。你说的是你自己，我从来不这样，我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小鱼。对，画一条小鱼。小鱼，小鱼。好，你画。来来来，这一笔画到这儿。哎，对了啊。哎，对了，我们也买架照相机吧。哎，甚至可以把楼下那个文具店改成照相馆。改照相馆？汉华这些照片啊，不管怎么说，它充满了力量。它可以比那些花言巧语更有说服力。你知道照相术的本质精神是什么吗？记录生命，抗拒遗忘。你没看到那些达官显贵们看到这些照片时被震撼的表情吗？记录生命。哎，就这么定了，买一架照相机，这安防设备都是现成的，啊，把楼下批做照相室。一台照相机700、800的没多少钱。最关键的是，就算我们回国，我们也能把它一起带回去，发挥作用。啊，是不是？不过啊，日本的军队之所以可以像一群生物一样随心所欲地作战，靠的就是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哪怕那是一个错误的命令，没有解释，一切按照典范令去执行。只要是你的长官，他说起立就得起立，他说卧倒就得卧倒，挨打那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怎么个打法呀？扇你丫的呗！是这样吗？也不完全是。看，我就说嘛，太野蛮了。像您这样的会稍许客气点，先命令你摘掉帽子，站稳喽。然后怎么着？然后啊，左右开弓啊，扇趴下你。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的是规则，把人变凶狠了，变成一名军人，挨揍，那是成人计划的一部分。听清了吗，二贝了？咱这群生物里啊，属你最受教官器重，头一个成人了。嫉妒啊！二贝了说的没错，二爷您成人了。哎，瞎起什么哄啊你们？这帮孙子个个奸猾至极，没一个省油的灯。嗨，跟他们置什么气啊？就是，没意义。哎，来，苏芳，吃个西瓜。
其实要我说吧，其实什么呀？能说是吧？就外面那帮被子被了啊！我看那就是屎壳郎掉饭盒里，你根本就来错了地方。你就是交死了，那屎壳郎他还是屎壳郎。你当我傻？指望这帮纨绔哥哥成才？错了，我来这儿就不是办学校的，而是办银行。办银行？他们哪个老子不是我的股东？我把他们当钱圈在这儿。梁教官，哟，吃瓜了。载巡杯了，御前会议开过了吗？哎呀，还是当教官好。这大热天的，3个学员才分得1只西瓜。您要是来吃瓜的，都拿去；那还要整只的，都抱走。总管大人，风向变了。御前会议开过了。老袁翻车了。袁世凯机关算尽，他猜得太后的心思，把预定立宪的时间不多不少定为了12年。倘若太少呢，太后会觉得是想让他早日归正；倘若太多呢，又显得没什么诚意。你别扯闲话，直接说结果。袁世凯主持的新官制通过了还是没通过？太后乃何等睿智之人，就老袁那方案，太后这只手从庆亲王手上接过来，一眼没看，转手就给了老袁的政敌瞿洪基，预定瞿洪基拿去修改。庆亲王啊，当时就汗流浃背了。这也太厉害了，转手之间天地翻覆。那可不就天地翻覆吗？对了，我家五爷让我转告你，陈亲王怎么说？五爷说，成立陆军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北洋清军6镇大部分将从老袁的手上抽出来，归陆军部直接统领。至于陆军部尚书，将肯定由铁良担任，但此人统帅全国军队，并非是掌握中央军权的最佳人选。五爷的意思是，让你做好准备，协助铁良掌握军权。也就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哎呦，晚上，千里兄，咱俩多久没见了？太久没见了，从东京学校把我开除到现在，一直就没见过呀。坐，要不说你这人了得呢，别人放枪往靶子上放，独独你满城往平田脑袋上放。怎么着，一直求不在京城，挣着钱没有啊？挣什么钱呀？也不稀得挣。在公立学堂里做个体育教员，讨碗饭吃。不错，就豆腐倒了，架子还在。像你满城还这么好为人师呢？哪有？也就图个体面。现如今啊，科举废了，这办新学就跟开公共厕所似的，顶多3天的新鲜劲儿。哼，满城，我找你就一件事儿，京城你熟啊，替我找个清静点的宅子，租他个1年，不用太大。买点啥也方便，租金100块以内吧。发了呀，咱李千里变成李千金了，100块能租个上好的4合院。成，那就4合院。行，你一个人住？嗨，还是这么一根筋。这年头不牵扯到女人，谁在京城租房子？青楼里边过火了，沾手呀甩不掉。你呀你，在东京那会儿就一个劲儿的把我往红灯区里面劝，现如今好了
自己掉坑里。不过说正经的，你还真打算跟那种女人过日子？男人嘛，拳头上立得起人，胳膊上跑得起马。就这么说，我这儿呢还得去一趟铁狮子胡同，给袁大人那儿送些款子。你替我找房子，我相信你眼光。袁大人？哪个袁大人啊？袁世凯呀，还能有几个袁大人啊？你这就办，办完了搁在那儿，我会再来找你。好，等我信儿啊。买成吧，我萧凤兰呀，人尽同窗不都是你这事儿的，身子板板的，脖子后头跟插根拖把似的。哎，就这房子吧，好啊，好一处风水宅院，真就不错啊。哎，这地点多好呀，上哪儿去都方便。房子这事儿头一样，地点得合适了。是，千里兄嘱咐过了。哎，你跟任俊谁大呀？我大，我虚长他1岁。是吗？怎么看着你跟面嫩些呢？千里兄经历的事儿多，老道。啥老道呀？不过就是脸皮厚。我看这房子不错啊，单门独户，不显山不显水，还私密。是，这是千里兄特意叮嘱过的，不能太招摇。他敢招摇吗？全是些徇私枉法的破烂事儿。不过呀，也都不是他的事儿，都是顶头上司给交办的。哎，多少金银珠宝、钱财银两，眼睛都不眨的就往人家家里送。就他一小小镖头，有这么大胆啊？敢这么使钱儿，使大钱儿。我看这房子成啊，不张扬不显派，天和地和，人和己和。就是这价钱上比先前跟千里说好的多出去40块，我好说歹说，这房东就是不肯便宜。哎呀，行，抄点抄点，哎，别管他啊，我说合适就合适，回头我把钱给你补上。哎，都愣着干嘛呀？赶紧的，把东西收拾出来，一会儿今夜可就回来了。哎，别动，麦神兄弟，这些粗活呀，得让当兵的们做。但凡勤务兵，得让他们有事做，得让他们觉着自家有用处。哎，这东西不能那么拿啊，慢点啊！来，赶紧的。慢点！打听清楚了吗？光明殿胡同在哪儿？别他妈瞎绕了！都说就在前头。停！跟人说话有个准吗？就是4个前头了。这回像吗？跟上前面那车，站！看这架势，也是奔光明殿胡同去的。是科长。哎，当然，您先坐。二位长官，多有担待，人太多了。对，现在啥事上来的？怎么这么些个人？哎呀，可不是，这边谈完，那边又来，就没断过，还都拿了礼品。这土方啊，让我们哥俩在这儿拦着，说一样礼品也不许带进去。机灵点，俩人一块打发了，要不还得对付到后半夜去。土方说了，每一个他都得亲自谈。却把我的梦葬在黎明，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千年的迷雾，身作成雾，
等前途，慷慨奔赴。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